嗨，大家好，我是 Ivan。会录这支影片呢，主要是为了要回答过去的授课经验中最多学生跟朋友问我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处理痘痘才不会留下痘疤？OK， 那我本身呢是油性肌肤，其实跟大部分的油性肌肤的人一样，大概从国中开始就会有痘痘的问题。那虽然现在我已经34岁了。但是呢，在台湾这种湿热的环境之下，其实我还是会不断的冒痘痘。所以呢，我想说把我自身20年的抗痘经验，以及我研究所对于化学以及皮肤学的研究，想说录成这支影片分享给大家。我们先把痘痘简单的分成2型，一种呢是粉刺型，一种呢是囊肿型。粉刺型的痘痘，顾名思义就是由粉刺所引发的。一般而言，开放性的粉刺呢会自然的被代谢掉，可是闭锁性的粉刺，由于它会阻塞皮肤分泌的油脂，有时候呢会协同痤疮杆菌等细菌去引起所谓的发炎反应，便会在皮肤上面形成一个有白头化脓的痘痘，这个我们就称之为粉刺型痘痘。这种痘痘呢，基本上擦药是不会好的。因为就算呢你使用药物控制了这样子的发炎反应，使它消下去了，但由于粉刺还在那里，所以呢直到下一次它再一次阻塞了油脂分泌，它一样还是会发炎。就好像水管堵住了，如果你只是把洗手台清干净，水管还是堵着的，你下次开水的时候，它还是会塞满满的啊。虽然呢有部分的专家认为痘痘不应该去挤，可是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皮肤科的医师主张说，我们不能够完全放任这类型的痘痘完全不处理。如果发炎反应的化脓我们不排除，它实际上是会引发后续更多的发炎反应。其二是，如果痘痘变得太大颗才处理的时候，伤口相对的也会比较大，那么你的恢复期自然也会比较长。因此呢，粉刺型痘痘的处理方式是可以挤的。那挤粉刺的工具呢，我是建议选用与皮肤接触面积大一点的，而不要使用细线圈型的。与皮肤的接触面积越小，所形成的压力跟对皮肤造成的伤害都会比较大。那一颗成熟型的粉刺型痘痘，其实在你轻轻挤破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里面的脓液啊，以及就是粉刺很轻松的就可以完全被清除得很干净。而相反的，一个不成熟的粉刺型痘痘，当你挤破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还有一颗粉刺卡在皮肤的深层。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再用力的去挤它，这就是留下痘疤的原因。因为当你过度用力的去挤压你皮肤的时候，你就会伤到你的真皮层，而使你的真皮层产生更深层的色素沉淀。那越深层的色素沉淀，当然它要恢复的期间也就越久。如果呢再严重一点，你可能会伤害到你的组织，使你的组织流失，而形成所谓的凹洞。所以当你挤破之后，发现它是一颗未成熟的痘痘，你就不要再去硬挤它了。你可以等待过几天，它再度成熟的时候，会相对的容易好处理，恢复期也会相对缩短。而不管是成熟型的或者是未成熟型的痘痘，当你挤破之后，就会产生开放性的伤口。而开放性的伤口呢，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先用生理食盐水，或者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用家里的饮用水代替。轻轻的冲洗完伤口之后，用卫生纸压干，之后观察一下你伤口上面组织液的情形。那组织液少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使用人工皮或者是痘痘贴，因为一来呢，你是可以防止细菌做2次的感染；二来呢，当它伤口愈合会痒了的时候，也可以防止你手去抓伤它。它也可以吸附后续少许的组织液。而在组织液过多的情况之下，我就不建议你再贴人工皮或痘痘贴了，因为人工皮无法在短时间内吸收这么大量的组织液。而过多的组织液被人工皮闷在皮肤内，它就好像是一个快要爆炸的水球一样，这样反而会刺激真皮层去释放更多的发炎反应跟讯号。而在不使用人工皮或痘痘贴的情况之下，你也可以选择在你的伤口上薄薄的擦上一层抗发炎的药膏。而有些人呢，因为担心色素沉淀，就会立刻的使用淡斑产品或者是抗疤凝胶。那这是不正确的，原因是因为这类型的产品里面成分通常含有一些酸类或是刺激的成分，反而是不利于伤口的愈合。所以如果你要选择使用这类型的产品的话，记得要在伤口愈合之后才去使用。而习惯使用精油类产品的人呢，很多都会选择使用茶树精油，因为它是著名的抗痘精油。可是呢，对于开放性的伤口，茶树精油就不适合了，因为太过于刺激，反而容易造成刺激性黑色素沉淀。所以如果你要选用精油的话，我这边会建议你选用像是薰衣草、乳香或者是没药精油这类型的。再来呢，我们要谈论囊肿型痘痘，红鲤鱼绿鲤鱼 ，What？ 红鲤鱼绿鲤鱼。
囊肿型痘痘，主要是跟痤疮杆菌啊，或者是葡萄球菌等细菌所产生的深层发炎反应比较有关系。那目前研究也指出，它跟我们的雄性荷尔蒙是有关的。这类型的痘痘呢，我就非常的不建议你去挤它，过度的刺激会使得纤维母细胞分泌过量的胶原蛋白，进而形成纤维化，就是会变得硬硬的一块。那到时候你就不得不去找医生处理了。那找医生处理的话，打痘痘针有时候反而还会形成凹洞。如果你 EQ 够高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安慰自己。这个是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福啊，等等，那养鱼等等更好。因此呢，当你发现囊肿型痘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表面轻轻的涂上一层抗发炎药物，像是 A 酸啦、水杨酸之类的，或者是使用消炎类的精油，像是茶树精油、没药精油，或者是乳香精油这类型的，并且不要使用痘痘贴，因为呢，闷住这类型的痘痘反而会使得它的分泌物无法被代谢出来，然后会拖长复原期。好。以上呢就是这2种痘痘的正确处理的方式。那从预防面来看呢，其实粉刺型的痘痘做好适当的去角质是可以预防的。那因为去角质也是一门大课题，所以我们之后会再拍影片来详细的介绍。而囊肿型的痘痘呢，就目前的研究看来，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预防方式。其实因为毕竟它是跟荷尔蒙有关系的，因此除了适当的去角质以外，我们平日的保养品选择上面，也可以选择成分中有消炎成分的，以及舒缓成分的，来降低我们皮肤的发炎几率。再来，由于紫外线会使痘痘产生，也会让痘痘的情况变得更严重。所以，如果你有痘痘问题的人，一定要注意防晒。在防晒乳的选择上呢，其实也是有技巧的。高系数的防晒乳，它为了要迁就防晒成分的浓度，所以含油量也会相对的提高。那有部分的医师就认为，有痘痘问题的人应该选用防晒系数较低的防晒乳。可是呢，你补擦的次数也要更勤快才行。当然，如果你愿意出门的时候把自己包得像木乃伊一样的话，那你可以选择不擦防晒乳。可是如果你想要光靠一把伞而不擦防晒乳是绝对不够的，因为紫外线会经由地面以及四面八方的反射过来。至于其他详细的防晒原理跟技巧呢，我会之后再拍影片补充，因为毕竟防晒也是一门大学问。以上呢就是我对于痘痘的研究跟心得，那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如果对你们有什么帮助，红鲤鱼。好，以上就是我对于痘痘的研究心得，那希望有帮助到你们。如果能够帮到你们的话，我会非常开心的，也请帮我点个赞跟追踪。好，那如果还有其他后续有想要知道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那我未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继续再拍的。就先这样咯，拜拜。